老天爷，方大哥是个好人，也是我和念祖的恩人。我求求你，不要让他有事，只要他平安，我愿意在方家一辈子陪着他，无怨无悔。什么？高公公，你说宫中的秘方真的可以救人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兄弟就是宫中的御医，当年我得了天花，他就是用这个法子救我。看来我们找高公公帮忙还真是找对人了。是啊，太感谢高公公了。好，江佛，我们快点通知圆圆和方家的人。哎，我和你交替照顾天宇的时候，他夜里醒了2次，喊的都是你的名字。他睡的时候总是迷迷糊糊的说，他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，你愿意让他当念祖的爹。其实我是希望他好起来。对不起，你不必这样，是我让你这么做的。昨天夜里我就已经决定了，既然你是天宇喜欢的人，我跟你也算是有缘，所以我决定了了天宇的心愿，让你进方家的门。方夫人，圆圆，圆圆，哎呀，圆圆，我找到救方老板的办法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？快把念祖生病时候穿过的衣服拿过来。要念祖的衣服干嘛？哦，我认识的高公公告诉我，就是宫中御用的牙医法，也就是说，把曾经得天花治愈的人穿过的衣服给新的病人穿，这样新的病人就会痊愈了。之前念祖生病的时候，身边没有痊愈的人，也就没有办法用牙医法。现在念祖病好了，方老板就可以用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念祖的衣服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怕念祖的病传染给屋里的人，我就让张妈和李妈把她的旧衣服都给烧了。啊！这是夫人吩咐过的事情。老爷的生病好几天了，他要知道我们没烧，那可就糟了。快烧吧！哎，别烧！哎，让开去！让开去！哎呀，这是夫人吩咐的。也是啊，这是夫人吩咐的呀！哎呀！老天爷保佑啊！要将念祖的福气转送给天宇。方大哥是我和念祖的恩人，有了念祖的福气，方大哥一定会好的。哎，你的手受伤了？哦，可能是刚才被火烫伤了。都起水泡了，伤得不轻啊！你不疼吗？我当时光顾着抢被子了，倒没觉得自己受了伤，更不知道疼了。那怎么行？你是绣娘，一双手就是你的一切。走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啊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弄疼你了？没事。你为天宇受的伤，我怎么可能不理呢？再说，你我就快要成为一家人了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方夫人，其实你听我说，天宇是一个很重承诺的人，他想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。我想，你跟他既然那么投缘，一定也跟他一样说话算话吧？可千万别让他失望啊！我知道你是为了感恩才配合我跟天宇，可是我并不这么想。你知道，我一直无所处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帮天宇物色好的对象。既然他那么喜欢你，那我就成全他。
比起他在外面，这样我也比较安心。我想，我们两个应该不难相处吧，是吧？还是老婆煮的粥好吃。这病啊，值了。又说胡话了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这粥啊，百吃不厌，就是不够吃，还不够饱。你大病初愈，吃清淡一点对你比较好。方大哥还想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弄。哎，圆圆，你陪天宇说说话，我去。圆圆，来坐。心宁他很少对别的女人不吃醋的，你是怎么哄他的？方大哥，我其实……那天我看到昙花开了。那昙花不是已经开过了吗？当时你关在房中照顾念祖，我在外面看着昙花开啊。我记得我发病那天，我就梦到昙花开了，梦到了你。我迷迷糊糊的在黑漆漆的森林里迷了路，我知道我要走不出来的话，就死定了。突然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说昙花开了，开的是怎么样的美，怎么样的香。我就顺着你的声音走出了森林，就远远地看着你在等我，还对着我笑。那个时候昙花就开了，就像你描述的那样，开得那么香，那么美。你说你会再陪我看昙花开，是真的吗？当时我一心求你平安，对不起。别说了，就当作是我在说梦话。一切的事情，你可以慢慢想。都说方老板是小姐的贵人，不过啊，小姐，哎，你也真傻啊！这碰到这么好的男人啊，对念祖又好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你还……其实我也不希望你当小，可是我觉得方夫人人品也不错，而且对我们家念祖又那么的好。再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嫁的人对你和念祖都好，他能当念祖是个宝。唉，女人啊，成了亲，生过孩子，还能要求什么啊？你说方天宇跟你说的那句话，姑姑是赞成的。不要总是活在以前的痛苦当中，要好好的重新生活。姑姑，依你的意思，是赞成我和方大哥成亲？那是当然，难道你心里还想着那个徐恨啊？别傻了，圆圆，不用再想了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方天宇，才是最好的。是啊，小姐，我觉得你和方老板真的很有缘，你可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呀。我可不想看到你一辈子这样生活。是啊，你可是答应过别人的，好歹人家方天宇为了你和念祖把命都给搭上了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我也没说我要反悔。